这可能不是一场阅兵，而是一场夺权的彩排。2025年9月3号，北京将举行抗战胜利80周年大阅兵。阅兵从来是中共对内稳权、对外示威的政治秀，但这一次情况不寻常。外界的焦点不再是导弹和方阵，而是谁会站上那辆检阅车。理论上，军委主席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主持人，但从红墙内部传出的惊人消息却说，张又侠才是真正的主角。同一时间，俄罗斯突然放风，普京将出席阅兵，但北京三缄其口，连一声官方确认都没有。这究竟是外交失控，还是政局未定？当主持人悬而未决，来宾身份未明，93阅兵不再只是阅兵，而是一场关于军权转移与政权交接的公开演出。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中共宣传部副部长胡和平在今天的中共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宣布，9月3号将在北京天安门举行阅兵式，习近平将检阅部队。这将是继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后，中共再次以纪念抗战胜利为名举行的大型军事活动。6月22号，俄罗斯塔斯社俄总统助理厄夏科夫的消息报道，普京将于8月31号至9月3号访问中国，其中9月3号就将出席上述活动。中央社认为，这形同证实普京将出席中共当日在北京举行的阅兵活动。今年5月9号，习近平应邀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俄媒当时报道，普京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并指很高兴以此为契机，再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然而，普京的访华计划也为93阅兵增添了地缘政治色彩。据《纽约时报》分析，习近平与普京的公开互动旨在向美国及西方国家展示中俄无上限的战略联盟，特别是在美国对华贸易战与俄乌战争的背景下，这场阅兵不仅是对内的宣传，更是对外的姿态，试图强化中共在全球的影响力。尽管中共将93阅兵塑造成团结与胜利的象征，但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却为这场活动增加了诸多的不确定性。独立军事评论员姚成在近期节目中表示，93阅兵的检阅权是中共最惨烈的争夺战，可能成为中共内部权力更迭的关键时刻。他指出，目前习近平的军权已经旁落，中共元老派正酝酿在8月底的中共20届四中全会上发动逼宫，试图架空习近平，提前安排接班人选。因此，主持阅兵的机会有可能是张又侠，而不是习近平。普京的行程安排似乎也呼应了习近平军权不稳的传言。报道称，他是在阅兵日当天返回莫斯科，这给他是否参加或是否全程参加阅兵活动增加了不确定性。上个月，习近平参加了莫斯科的红场阅兵，他是在阅兵后的第2天返回北京。有分析认为，如果习近平不再是军委主席，不能亲自主持93阅兵，那么中共对俄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届时普京是否参加阅兵就成了一个未知数。独立时评人陈破空表示，93阅兵可能成为一场权力风暴的舞台。无论习近平能否亲自阅兵，这场活动都将在中共内部与国际社会的注视下，揭示更多关于中国未来走向的线索。6月20号，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引发外界对其政治角色的猜测。丁薛祥在与普京的会谈中表示，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定向掌舵是中俄深化合作、延续世代友好的最大保证。独立时评人陈破空认为，其中世代友好这4个字是有备而来，意有所指。习近平这个世代，丁薛祥这个世代，这是表达传承。习近平指定丁薛祥为接班人，
普京对此认可和加持，丁薛祥是话中有话，这也传递出了习近平健康不佳与权力交接的信号。此外，蔡胜坤曾引述消息爆料，丁薛祥可能在4中全会后接任总书记，李强转任人大委员长，陈吉宁则出任总理，显示习近平嫡系面临权力重组压力。不过，资深媒体人石柏明夫则持不同意见。他在节目中表示，若反对派成功拉下习近平，丁薛祥作为习的小弟难有接班资格，因其上台无法改变现有权力结构和政策走向。陈伯空则认为，丁薛祥接班的阻力相对较小，主要是他的背景能够同时得到习近平和反习派的认可，而丁薛祥上台后将成为习近平的前台傀儡，以使习近平能够垂帘听政，确保其安全和影响力的延续。也有观点认为，丁薛祥访俄的另一背景是中俄关系的深化。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中俄贸易在俄乌战争后达成历史新高，中共成为俄罗斯经济的关键支柱。丁薛祥的访问可能旨在为普京参加93阅兵铺路，同时巩固中俄在对抗美国压力下的战略联盟。本次阅兵是中共第2次纪念抗战胜利阅兵，首次阅兵是在2015年举办的，当年就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共是否有资格举办这个活动的质疑。台湾民国复兴运动促进会创始人丁朗富指出，中共是日本侵华的受益者，没有资格举行纪念抗战胜利大阅兵。他说，中共举行大阅兵绝不是真的为了纪念抗战胜利。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在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的时候说，感谢日本人。感谢日本人是因为日本与国民党打仗，吸引了国民党的大部分军队，他们正好利用这个时机发展自己，为了一党的私利，把这样大的一场侵略战争变成你一个党的利益，赤裸裸地表达感谢。从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来讲，是非常不能容忍的。那么他来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就不合乎逻辑了，因为这个胜利对他来说并不重要，甚至这场战争对他是有利的。据台湾国防部时政编译室资料，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主要是由国民党领导的国军承担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参与了22次大型会战，1117次重要战斗，伤亡330万人以上。相比之下，中共的八路军与新四军主要从事游击战，规模与影响远小于国军。丁朗富指出，经历8年抗战以后，中国共产党战前有军队9万人，战后猛增到127万人，解放区的面积由只有陕北那么一块地方，到抗战结束的时候有100多万平方公里，1亿多人。而国民革命军在抗战的时候伤亡300多万，把所有的飞机损失了，所有的舰艇都损失了，将军牺牲了200多位。这场战争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和中华民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很显然，中华民国有资格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丁朗富指出，6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共产党的谎言中，中共至今仍在欺骗国人，说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纪念抗战胜利大阅兵是对国人的又一次欺骗。把假话说到国家的层面上，你掌握了这么大的权力，连一点说真话的自信都没有，我觉得非常不正当。首先，抗日正面战场你是没有份的，都是国民党打的；海外战场，缅甸的远征军你也是没有份的；敌后战场你也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你怎么能够说你是中流砥柱呢？这是贪天之功，弥天大谎。现在改革开放了，大家都有非常多的信息，你还这样说，不但是无耻了，而且很愚蠢。朋友们，你怎么看呢？你认为中共有资格举办抗战胜利阅兵吗？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